喂，你别催了，我刚发上去，今天还多写了500字。我每天还得去山上弄山参喂狗，晚上回来连饭都没吃呢，就得要给你写小说。我确实是你亲老舅，但你也不能往死里弄我。哎，不是，我姥爷说想找人过来陪他聊会儿天儿，我今天晚上得出去面试一高管。这个时间你去夜总会面试啊？你咋知道的？你那些高管不都是从夜总会面试过来的吗？不是，一个都不是夜总会招的，而且我今天面试这是一男的。对待人才，咱不得热情吗？敞亮吗？我去招待人家去。行了，我过去。哎，老舅，你可算来了。你们现在招聘人才都去夜总会里招是吧？哎呀，高管嘛，没办法，我这也是礼贤下士。你那网站弄得咋样了？我看我那文章就500多点击率啊。哎，这里边还有我们自己人点的300多次呢。那还干啥呀？散伙吧。人家刘备当年被撵着四处乱跑的时候，绝望了吗？没有吧？人家非但没有散伙，还去找了诸葛亮，三顾诸葛亮于草堂之中，最后怎么着了？赤壁之战一炮打响，跟东吴、曹魏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你呀，少说2句吧。不是老爷，我这跟我老舅阐述一真理。你知道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啥吗？我知道，但是我是晚辈儿，我没法说，得您说。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我不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本事没有，想法还挺多。哎呀，爸，您说的太对了。哎呦，爸，咋整呢？反正我觉得我能干好。这家伙吃了就睡着了。哎呦，湿着胳膊就能睡着。没睡，我回屋喽。走。你跟你姥爷聊的，你呀真行。我先去了啊。干啥呀？面试去啊。那你叫我来干啥呀？那不是我叫，我姥爷让我打的电话呀。我赶紧去了啊，老舅。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Lucy，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丽，等会儿。老舅，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我这开会呢。我就在外面，出来。行，这就出来。老舅，我这真开会呢。你呀，除了开散伙会以外，其他的会都没什么意义。你找我到底啥事儿啊？你姥爷，我觉得可能撑不了太久了。我想让你妈回来。这事儿你决定就行了。那你给她打个电话吧。我不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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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是他儿子，应该你打。你跟他比，我跟他熟。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国外还跟他待过吗？反正我不打啊，要打你打。你得打。我上去了。霍总，咱们这新公司到现在开了4个多月，账面上就只剩下10多万块钱了。咱们这新公司从开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 134万多。
咱们这下个月的工资可怎么办啊？行，你这问题我知道了啊，你早点回去吧啊。那我先走了，霍总。喂，你好，哪位？喂，您好，我姓周，请问你是七狗文学网的负责人吗？啊，对，是我。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我是有一些商务上的事宜想跟你沟通一下。哦，你是说植入广告的事儿是吧？不是，我是想咨询一下，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啥？你们网站可以考虑出售吗？只要价格合理啊，都好商量。好，那我方便去贵公司拜访一下吗？方便。下周一方便吗？行，没问题啊，我把地址发给你。古龙剧是你们的签约作家吗？是啊，独家签约，终生签约。我方便也见一下他吗？那没问题啊，这都没问题啊。霍总，您好。哦，周小姐是吧？对，霍小阳。您好，您好。那个咱们楼上聊啊，楼上聊。好。来这边，周小姐。周小姐，这边，里边请。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周小姐他们公司啊，最近一直在收购像咱们这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类的网站。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小姐能对我们网站感兴趣。这样，让我们公司同事 Lucy 呢，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啊。我们公司成立于11月，也就是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亲爱的，你先把衣服穿上，坐。我今天一大早从北京过来，除了跟大家学习这个文学网站的运营经验之外，我主要是想见一下古龙剧这位作者。霍总，我来之前不是跟您说了要见一下古龙剧吗？我安排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咱们跟他见面。哎，那现在这个11点了，咱们要不提前开饭吧？啊，我下午2点半的飞机回北京我还有个会。那公司介绍先不听了。文学网站真正的核心永远是创作者。公司介绍这个 PPT 很好，那个发我邮箱吧，我回去慢慢学习。行，记着点啊，到时候发他啊。那咱先吃饭。周小姐，你放心啊，我们虽然现在只有一个古龙剧，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像古老师这样优秀的作家会加入我们的团队。你的自信从何而来呀？我们创办网站的初衷就是给这些优秀的创作者们提供最好的土壤以及最优渥的薪资待遇。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专业的互联网投资人，我想跟你说2句实话，可以吗？你的七狗文学网从页面设计到理念，可以说是非常粗糙，非常业余。市面上不说1万有8000个吧？啊，如果单看你的网页价值，那价值不大，非常不大。那你这个大老远从北京跑过来，又要收购我们网站，是因为？因为古龙剧这个作家，因为你跟他的合同。当然你也别灰心啊，你们眼光是不错的，能签约到这样一位作家，真的很不错。他的文风真的与众不同，
别具一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中文互联网的职业大神写手。那是当然，啊，这个古龙剧呢，其实一开始我是建议他写那个盗墓的题材，他自己非得写这武侠。写什么不重要，写得好才重要。Anyway， 他什么时候来？艺术家嘛，都有这种迟到的恶习啊。二胖，这儿，这家伙找迷路了都。二胖是霍总，霍总，好，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小姐，哦专程来收购我们公司的。哦不是收购公司？我收购他们网站。哦，您是哦，这就是你一直找那古龙剧。古老师，幸会，专程来找您的。幸会，所以你们早就认识是吗？二胖今年是那个霍总今年是26，周岁25。那认识25年了。啊，出生就认识。我是他亲老舅。原来是这样，难怪。那古老师，您是一个职业写手？我不是。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职业是养山参，业余呢是养藏獒。你从北京来的，你们那边有钱人多，应该也玩狗。这个藏獒的市场特别好。我这是黑珍珠，种好还猛。你这那边的朋友需要的话，你推荐一下，可以来找我这个配种，它呀很猛。好，但我们目前无福销售啊。您刚刚说现在，所以之前您是做？之前我是工程师，后来呢，这个要说起来的话，你得问我某年某月在做什么，因为我做了得有20多个行业。咱国内有20多个行业。国外我也参与了一些。啊，对，我老舅在国外待了10多年。哦，难怪您造型看着是挺别致的。那行，那咱聊正事吧。您这个是要收购他网站吗？与其说我想收购他的网站，不如说我想收购您这个版权，因为我对他这个网站没什么兴趣，我主要对您的作品有兴趣。哎呦，我今天来主要也是想认识一下您，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您直接签约，让您做我们的签约作家。我不签约，我也不是职业写手，我写的东西都是让他给逼的。哦，那咱来点实际的吧。你想多少钱收购他这个网站？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的话，我能收到30万。不是，周小姐，我们算了一下，从创办这个网站到现在，我们投入已经差不多130多万了。资本的逻辑从来不是看你投多少钱，是看你值多少钱。如果古老师把作品连载完，我可以出到30万。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如果有一天你的网站做得更好了，你可以再来找我。你觉得 OK 吗？还是再找别人？OK， 好，就30万。那我提出的条件必须要达到，古老师必须把作品连载完。重要的话说3遍，我现在已经是第3遍了。这都没问题。你等会儿啊，你在答应他之前呢，你还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把这连载写完，你把你公司里边这些这个花瓶啊，全都辞退，只留一个法务、财务，啊，再留个助手，行不行？不是这可以吗？你就告诉我行不行？行，我这边没问题了。您真不考虑当职业写手？哎，等不了，写东西让他逼着我已经很痛苦了。如果再有个合同束缚我的话，我估计我活不了多久了。尊重您，答应我的一定要做到啊！谢谢，差不多得了啊。我开车送你们去机场吧。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就行。我去山里喂狗，顺路。行，那不跟您客气。走。周小姐，狗的事儿，我不是在跟你们说笑话。
狗是好狗。多钱？这车的空调坏点。没事儿，其实以您的才华，应该开个宾利什么的。开什么车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哎，您刚才说做过20多个行业，能再展开说说吗？我做过歌手，但不是歌星，夜场歌手。真的假的10几年前，我们这边很流行夜场，在夜场里呢，很流行唱粤语歌，我就在夜场里唱粤语歌。那您唱两句吧。好。喂，老舅，我在山上呢，我一会儿回家写。不是这个事儿，刚才我给老爷打电话了，他没接。我这忙，要不你回去看看呗？好，我知道了。爸，爸，你干啥呢？你这么咬我干啥呀？我就是躺在老匾上睡一觉。哎呦，你这睡得太吓人了！你干啥躺这上头啊？我也不知道，咋就躺在匾上了。刚做了一个梦，梦见鼎庆楼重新开业，梦见你妈也回来了，连张老爷子也回来了，就是你姐没来。那我喊她回来。不用。你身体怎么样啊？我觉着呀，可能我的寿数到了，73、84是个坎儿啊，恐怕这坎儿我过不去。你别胡说八道了，啥坎儿不坎儿的呀？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这岁数了，能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咽气，也算善终了。孙子孙女都大了，孙女都快结婚了，也没啥遗憾了。行了，别说话了吧，好气。我想说两句，你还管我呀？你说，你说。要说遗憾呢，也有。当年张老爷子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把鼎庆楼经营到100年，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可是现在，鼎庆楼没了，咱家也没有人干这行了。我真对不起张老爷子呀。这样啊，
等我咽气了，你把这块老匾烧了，一半烧给张老爷子，一半烧给我。我到地底下给张老爷子赔不是。这个你拿好喽，万一咱家哪辈人还想当厨师，你就送给他。这社会呀，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没有厨师。人得吃饭呢，有了这门手艺，饿不死。你这说的怎么？哎呀，你这干啥呀？跟遗言似的。你这不是，万一哪天我真的嘎嘣死了呢？死咋还有动静啊？还嘎嘣啊？行了，忙你的去吧。让我在这块老匾上再睡一会儿。国民啊，你这头黄毛挺好看，挺精神的啊。你是咱家里唯一一个这么说的。要不我是你姐呢。把眉毛染一下，也染成黄的，更精神。是吗？相信我。回头我试试。这回你回来能待几天？辞职回来的，多待几天吧。挺好，多陪陪吧。这是哪个区啊？建得这么好龙山区。啊？比国外建的还好呢。所以我就说，现在国内这么好，你为什么非得要一直在国外待着呢？我没有一天不想回来，哪那么容易啊？爸可说了啊，你要永远不回国，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汉奸我肯定不是，就当我是个逃兵吧。你自己去跟爸解释，你跟他说，你说你是逃兵。行。又躺匾上了，爸，看谁回来了？你刘叔已经送回去了吧？送回去了。那行吧，
你最近忙什么呢？哦，之前做了个网站，卖了，卖了多少钱？才30万。最近去看你爸了吗？我每个月都去，再有1年吧，他差不多就出来了。他变样了吗？没咋变，就是头发白了不少。你有他照片吗？没有。我能不能去看看他？应该不太行，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去看。我还不算直系亲属。吃口饭吧。今天不吃了。小红，你在哪儿啊？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是妈的好孩子。姐，跟我回家吧。咱们就叫二炮，好不好呀？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就一定能做到。周姐，哎，来啦！找啥呢？我爸呢？工商局开会去了。啊，周姐啊，煲个汤，我妈病了。哎，这经理走的时候都付过了，汤煲着呢，还有半个小时就好了。哦、等会儿啊。好嘞。没点饺子呀？我知道啊，我还知道你叫霍东风，要不要算？我可以给你拔。
咋了？老妹儿，你是崔小红不？你等着啊，哥下去找你。二位大哥有什么事儿跟没我说？你事儿啊！闭嘴！没想到啊，碰上你了。二虎，你可老有名啊！我有啥名儿啊？漂亮，好看，带劲呢。要你说，我今天整2张电影票，瞅瞅，电影开场了还有8了点儿，跟哥看电影去啊。 3个人，2张电影票，咋看呢？你这么的，我俩你选一个。选不了，那咋选不了呢？还呀？瞧不上。笑什么笑？说你饺子。你好好选选，可耐看呐。包好了吧？好了。哎。 老妹儿，你几个意思？你以为这家店你开的啊？就我家开的，我爸是这儿总经理。你别在这经理巴里的，那我找你看电影，怎么还看出毛病了？我今天就找我看定了这。干啥呀？哎呀，我就看个电影。哎，哎，你干啥？松手！哎，你给我松手！我。 弄死！来瞅我！来瞅我！上去！快来人了！站住别跑！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快打电话！ 我叫崔小红。嘿，你弟呢？我弟，我说你请看电影来着，他马上要开学了，让他学习去吧。走吧。你说这一寨电影院有你多好使啊？ 不信啊？好来了，这来太快了！啊，人在哪呢？没事啊，没事。今天挣多少钱？这。 20多一点，哎，今天挣的钱都是你的，给兄弟们买点吃的。谢谢哥。
去吧。哎，走。哥，出什么事儿了？正好，我把电影票钱给你拿来了。有酒你自己揣着，给兄弟们买点烟，买点酒。你说的？嗯，拿着。哥，我前一阵看本书，叫《烽火戏诸侯》。你这是戏我们的呗？看够了吧？别磨叽了，忙去。好嘞，撤。啊，卖电影票啊！有的时候加5分，有的时候加1毛。投机倒把，坏分子。你要抓我吗？你要非这么说也没毛病。不过我敢保证，来这几家看电影的人不会丢钱，小偷都怕我。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群我打一群。那我怎么不怕你呢？哎，就是以后来这儿看电影，跟着你有面儿呗。那还用说？看什么呀？少林寺啊？谁看少林寺啊？看你们就得了嘛。国民啊，到了学校给爸单位打电话啊。好，过人啊。干啥？打电话？怕我丢了呀？哎，丢的是你吧？这2天跟爸妈说你在同学家住，你在哪儿住？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嗯，我在哪儿住啊？我觉得霍东风啊人挺好，我也挺崇拜他的。但是他长得呀，他不像咱老崔家的人。你懂啥？我也不知道他在道上混的这帮人，他是不是他长得显得那他跟你在一块儿像你老舅，你知不知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老跟人干仗，他不是在干仗，就是在干仗的路上，有今朝没明日的。你崇拜他可以，那你跟他过日子，那爸妈还不吓坏了呀？你怕不怕？我怕啥？我又不跟他恋爱，那不就完了呗？你再想想。早想好了，就他了。开心就好。辛苦了啊！我觉得呀，还是玩玩就算了吧。胡东风，你是不想让我们活了是吧？你说是不想让你活，就不想让你活呗。别人怕你，但我下次也不怕你。给我干他！胡东风！哎呀，我不舒服啊！还要躲多久啊？在这儿？总得把风头避过去吧。警察知道我家，埋伏我。喜事儿啊！你俩这是不是超生啊？没事啊，我媳妇儿就是接生婆，有事吱声啊。
钱吃饭了，你得吃点好的。那就是你的事儿。那指定是我的事。媳妇儿，咯咯咯，咯咯咯，媳妇儿，咋了？这咋了？咋了？咋了呀？啊？咋这么烫呢？咋办？啊？咋办？吃啥药？不知道啊。你是大夫，你咋能不知道呢？我也不是万能的呀，这病我整不了。不是你咋整？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4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老想笑，绷不住，一飘的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走街串巷。捧着东北的粤语腔，那段背起行囊的路途就不漫长。人生啊，我们谁都不擅长，偏要折腾个模样。只要念念不忘，总有回响。有你在我也不算流浪。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我们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配1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人生啊，我们谁都不擅长，偏要折腾个模样。磨破了手掌，握住了梦想，跌跌撞撞也活得滚烫。